大家好，我老肉，今天咱来说小麦。那么说世界上种植面积最大的粮食作物就是小麦，全世界一共种了多少呢？种了2亿多公顷，相当于说中国近1/4的面积都种上了小麦，就这么夸张。当然按产量来说小麦大约年产8亿吨，比不上玉米的12亿吨，排粮食作物第2。不过玉米那期咱说了，说好多玉米并不是直接给人吃的，有当饲料用的，有制造乙醇用的，用途比较多。然后小麦这边呢就不一样了，小麦只有很少数是拿去当饲料的，基本上全都变成了人类的食物。说全人类每天从食物里获取的总热量其中大约1/5是来自小麦，对人类填饱肚子真的是非常重要。另外小麦还有一点是什么呢？就是它覆盖面特别广，就算不是小麦产区也会吃小麦。因为你想一个人就算从来没吃过馒头，那总该吃过面包是吧？面包都没吃过的话，那面条肯定吃过。另外还有各种饼干、蛋糕、大饼、包子、汉堡、披萨之类的，总有你吃过，无处不在了，属于是。也就是说，不产小麦的地方呢，就得进口小麦来满足需求。所以从贸易量来看小麦比玉米还要多，排所有粮食作物第一。说大约有1/4的小麦，每年差不多2亿吨是在国际上流通的，这也能看出它的重要性。那么小麦变得这么重要呢，其实有一个非常传奇的过程。因为他们的祖先只不过是一些不起眼的野草而已，而且就长在土耳其那边特别狭小的一片地方，别的地方都没有。所以他们的基因组到底经历了哪些神奇的变化，他们又是怎么征服世界的，就很值得了解一下。另外跟玉米水稻这些粮食相比小麦有一种非常独特的物质，正是因为这种物质让它成了无可替代的一种食物。不过同时呢，也还是因为这种物质又让它变成了热门阴谋论的主角。说小麦是一种有成瘾性的杀人无数的慢性毒药，甚至号称已知所有的疾病有70%到80%是小麦引起的，就很离谱。那么这种说法到底是打哪来的，然后又有什么理论依据，也应该说道说道。所以今天这期咱就来说小麦的传奇故事。不过在此之前也提醒各位如果喜欢这个频道的话，别忘了点个订阅，点个喜欢，或者分享给你的朋友吧。那么之前地瓜那期他说地瓜的基因组是6倍体，是2倍体祖先和4倍体祖先杂交出来的。然后当时有观众就问了，说2倍体和4倍体杂交不是应该出现3倍体吗？怎么还2加4等于6了呢？这儿可以稍微提一下，其实在植物当中这种情况很常见，说差不多1/3的植物是叠加过的，因为有些偶然的未知原因配子没有正常进行减数分裂，直接就结合了，然后产生的后代还刚好具备生存优势，没有被淘汰，这样就会出现多倍体后代，是这么回事。那么这期的主角小麦呢，也是典型的多倍体植物，而且和地瓜一样也是6倍体，基因型是 AABBDD， 表示它有6套染色体。不过小麦的祖先比地瓜可复杂多了，因为地瓜的祖先至少都是同一属的，到了小麦这边就有点混乱。首先说小麦的生物学分类呢，它来自禾本目禾本科的小麦属。那么从基因溯源来看说小麦这个属大约是250万年前出现的，最原始的小麦祖先是普通的2倍体，当时跟它分化的属叫山羊草属，山羊草属都是一些标准的杂草，很早就跟小麦分道扬镳了。然后到了大约100万年之前呢，小麦属开始分化出了2个物种，也都是2倍体，一种叫乌拉尔图小麦，另一种叫伊利小麦。当然这不是一粒小麦的意思这种野生小麦的名字就叫伊利小麦。然后有观众可能好奇说什么意思呢？这可以解释一下。你看小麦那个麦穗还可以分成很多个小穗，这个你掰就知道，很容易掰下来。然后每个小穗上面呢，不同的小麦它上面小麦粒的数量不一样。你比如现代小麦的话，一般是2到3粒，这种的比较常见。不过当初最原始的伊利小麦只有1粒，所以管它叫伊利小麦，是这么回事。然后后来到了大约50万年之前呢，小麦属这俩鼻祖之一乌拉尔图小麦有点不安分了，他看上了隔壁山羊草属的一种杂草，叫斯佩尔托山羊草。乌拉尔图和它产生了一种新小麦，叫2粒小麦。然后这种2粒小麦呢，就是4倍体了，基因型是 AABB， 里面的基因 B 就是山羊草带来的。那么这儿经常有个误解好多人看名字会以为是1粒小麦杂交出了2粒小麦，其实并不是。2粒小麦的祖先其实是乌拉尔图小麦，这个得说明一下。好了，也就是说50万年前的时候自然状态的野生小麦就已经杂交出 AABB 型了，所以剩下的 DD 在哪呢？别着急咱得按时间顺序来。
接下来就该人类登场了。说人类最早吃小麦的证据呢，目前追溯到了大约3.2万年以前，比农业革命还要早近2万年。所以当时都是狩猎采集者采集的野生小麦数量很有限，也不是人类的主要食物。然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呢，之前好几期节目都提到过，就是人类的第一次农业革命。简单回顾一下的话，就是大约1.3万年之前当时末次冰期快要结束了，地球平均气温正在上升，结果突然之间呢，北半球的气温又降下去了，欧洲好多地方几年之间就暴降了5度以上，北极的冰川也开始往南扩。当时北半球这次剧烈降温被叫做新仙女木事件。那么北方突然变这么冷，人类生存肯定受影响是吧？因为植物生长结果子都不正常了，动物也饿死了很多。当时人类还都是以狩猎采集为生的，就很难找到充足的食物，尤其是欧洲那边已经不适合生存了。所以怎么办呢？欧洲那边的人群就只能往南迁徙，到暖和点的地方去找吃的。最后他们一路南下，就来到了新月沃地。然后你想，新月沃地可以采集的资源就那么多，人多了它也不够吃了是吧？所以这么个情况呢，就催生了种点什么的需求，刚好新月沃地野生的小麦就被人类盯上了。那么人类最早驯化的小麦是一粒小麦，也就是刚才说的最原始的2倍体那种的，之后又驯化了2粒小麦，也就是跟山羊草杂交的 AABB 4倍体那种的。1万年前新月沃地刚开始搞农业那会儿主要种的就是这2种小麦。那么有了驯化的小麦，食物供应越来越充足，就养活了越来越多的人口，而且好多人学会了种地，就不再东奔西走狩猎采集了，逐渐开始了定居生活。可以说正因为有了小麦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才出现了村庄，变得越来越热闹，为日后的苏美尔文明起源打下了基础。这跟驯化小麦那肯定是分不开的。然后还有个问题大家可能会感兴趣，就是当初人类驯化小麦都让它产生了哪些变化呢？首先第一个大家都能想到，肯定是麦粒更大，穗头更大是吧？你不管驯化什么作物提高产量那是必须的。然后再一个就是野生小麦它们的麦穗非常脆弱，很容易碎成一个个带着外壳带着麦芒的麦粒。当然了，这事儿也很好理解，因为这是野生小麦靠风力传播的一种方式。不过对于人类的作物来说呢，它就不太友好了，一碰就碎就很麻烦。所以驯化的小麦有个特点就是穗轴都变得很结实，不容易断掉，这么一来收获的时候就方便多了。另外关于野生小麦传播呢，有个现象非常有意思，就是他们竟然可以自己把自己给种到地里去。那么这项研究是07年德国一个团队发表的，研究人员分析了野生小麦麦芒的作用。首先来说这2根麦芒在风力传播的时候就像个小伞一样，能让种子飘得更远一点，完事还能保证种子落地的姿态，这是一个作用。然后还有一个呢就很神奇了，说这2根麦芒竟然还有自动播种的功能。什么意思呢？研究人员发现个现象，就是晚上湿度高的时候这俩麦芒就会往中间靠拢闭起来，到了白天湿度降了又再张开，然后这个动作配合上麦芒上的倒刺就会推着麦粒往前挪，每天这么一张一闭的，麦粒就一点一点的自己钻进土里去了，就很神奇。那么野生小麦这个绝技被驯化之后自然也就没用了，一个是麦穗不再容易碎掉，再一个就是有人类帮忙是吧？不过新月沃地的小麦驯化到这一步还没完，他们距离统治世界还缺一样能力，非常重要，咱接着往下说。那么人类最早驯化的小麦是一粒小麦和2粒小麦，这俩小麦在新月沃地确实很成功，是农业革命的主力。但是往外传播的时候就有点不适应了，因为新月沃地这片当时属于是典型的地中海气候，夏季炎热干燥，冬季温和多雨，夏天的旱季是最难熬的时期。所以面对这种气候呢，小麦的策略是秋冬发芽，趁冬天和春天温暖多雨赶紧长，然后第2年入夏之前结出种子，以种子的形式熬过酷热的夏天，是这么一种模式，完美适配地中海气候条件。不过这个模式对于其他温带地区来说就有点不太合适了。你比如说中国北方这边属于是温带季风气候，一到了冬天就变得寒冷干燥，万物凋敝，按理说小麦根本不可能存活下去，冬天就冻死了。所以为什么后来全世界的温带地区都能种小麦了呢？这就是他们基因组当中地基因的功劳了。说大约8000年前的时候里海沿岸栽培的2粒小麦跟它的父辈一样，也看上了一种山羊草，叫节节山羊草，也叫节节麦。
它俩杂交的后代就是现在最常见的六倍体小麦了，叫普通小麦，基因型是 AABBDD。正因为节麦的 D 基因给小麦带来了最重要的抗寒特性，适应力增强了，也就能闯荡世界了。那么说小麦传入中国大约是5000年前的时候，从中亚那边传过来的，最先是到了新疆，然后开始往中国北方地区扩散。当时中国北方的主要粮食作物是粟米，也就是小米。后来小麦来了之后呢，很快就被接受了，因为它产量又高，又适合当主食，所以好多人开始种小麦。到商周那会儿从河西走廊到黄海之滨，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都出现了种小麦的，小麦已经很常见了。所以《论语》里提五谷的时候里面就已经包含了小麦这个外来户。那么小麦对中国古代的意义呢，绝不是在五谷里凑个数而已，其实它有很重要的战略意义。因为当时中国传统的粮食作物基本都是春种秋收的，一到了冬天，农田只能那么闲着，而且秋天收的粮食吃到第二年夏天基本也就吃完了，所以在下一轮秋收之前经常闹饥荒，有这么个问题。那么有了小麦就正好了，冬小麦是秋种夏收，既可以把冬天利用起来，又可以在秋收之前多一轮收成，解决夏天缺粮的问题，就很完美了，是吧？所以说引进小麦对于中国的农业那真的是太重要了。当然饮食习惯这事儿呢，它也不是说变就能变的。说小麦直到唐宋时期地位才赶超了小米，这跟北方居民越来越喜欢吃面食有关系。然后再往后一直到现在，中原地区都是以面食为主，可以说已经完全离不开小麦了。而且来说，世界上其他地方也一样人们都开始研究各种各样的面食，不光填饱了肚子，还丰富了美食的种类。这方面的贡献，其他农作物可就比不了了。毕竟最适合做面食的就是小麦了，是吧？不过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小麦竟然被爆出了有阴谋，这事儿咱一定得说一下。说全世界最重要的2种口粮就是大米和小麦，不过大家都知道它俩吃法完全不一样。大米直接焖成米饭就可以吃了，小麦呢，因为太硬不能直接焖饭吃，你得先磨成面粉，然后再兑上水和面，有时候还得发酵，总之要经过很多加工才能吃，看起来就很麻烦。当然麻烦是麻烦了点不过也正因为这样，小麦才能做出五花八门的面食是吧？这是小麦的长处。所以小麦可以磨成粉做成面食，为什么大米不行呢？这是因为小麦有种特殊的蛋白质叫麸质，也就是俗称的面筋。你像是大麦燕麦这些都有麸质蛋白，它起到一个粘合剂的作用，一见到水就会形成粘连的网络，像是胶水一样把淀粉都固定住，所以面团才能保持一定的形状，让面食吃起来更筋道，这都是麸质的作用。那么说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面食就是面包，考古学家说可能1.4万年之前就有原始的面包了。不过真正比较成熟的面包呢，是在人类发现一种真菌之后，这种真菌就是酵母菌。那么关于酵母菌和面包起源的故事我打算放在会员专享聊一下。其实咱会员频道那边也都是些非常精华的话题，想了解更多资讯的朋友你只需要半杯奶茶的价钱就可以了，全网最低价了，属于是欢迎大家加入会员支持一下吧。那么关于小麦和它所含的麸质其实科学界已经研究了很多了，人类吃了几千年也没什么问题。不过就在2011年的时候呢，有人突然说小麦的麸质有阴谋，不能再吃了。说美国有位心脏病专家叫威廉·戴维斯，他在2011年出版了一本书叫 Wheat Belly， 这本书把小麦描述成了一种能让人上瘾的慢性毒药，说人类已知的疾病当中有70%到80%都是小麦引起的，听起来特别恐怖。当然具体哪些咱就不说了我感觉你能想到的疾病他全都列上了，说的小麦有点包治百病的意思，什么肥胖癌症都是小麦引起的，总之就是把你往死里吓唬，说只有你不吃小麦才会变得健康，就是这么一本书。然后结果呢，这本书刚出版1个月就上了畅销书排行榜了，而且一上就是连续100周，影响非常大，好多娱乐明星体育明星也都成了他的粉丝，估计至少有几百万人甚至几千万人相信这个理论，然后表示再也不敢吃小麦了，就这么夸张。然后这个理论有个地方非常巧妙，就是他没说所有小麦都有问题，毕竟人类都吃了几千年了，有问题的话早就发现了，所以他说的是现代小麦有问题。具体来说呢，是1960年代以后，说1960年代之后的小麦都被科学家修改过了，是一些转基因怪物，说这些新小麦正在大量杀死人类，是这么一种观点。比如戴维斯还举了个例子，
说以前的小麦都长得非常高啊，差不多到人的胸口或者肩膀这么高，后来修改过的小麦呢，就只有大腿那么高了。说就是这些修改让小麦变成了慢性毒药，不再是原来的小麦了。所以戴维斯说的这些都有道理吗？咱来看看科学家们是怎么说的。那么戴维斯这个小麦阴谋论啊，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，所以好多科学家都出来反驳他，揭穿他那些所谓的科学证据，还有一些自相矛盾或者主观臆断的表述。比如小麦专家这边就把1800年以来各个时期的小麦样本都进行了基因对比，发现它们的差别非常细微。另外包括蛋白质结构啊、营养成分之类的，并没有什么能导致疾病的变化。然后关于小麦变矮这事呢，当然也没什么所谓的阴谋在里面。说其实长得矮的小麦啊，1000多年前就有了，是日本、韩国那边的一个品种，编号是农林10号。后来生物学家诺曼·布劳格把它和墨西哥的小麦进行了杂交，开发出了新的矮株品种。然后这种新品种产量更高，抗倒伏，还能防锈病。1960年代让印度和巴基斯坦小麦产量直接就翻了一番，至少10亿人摆脱了饥饿。后来布劳格也因此获得了197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，是这么个事儿。结果这事儿到了戴维斯这儿呢，矮株小麦还变成毒药了，就很无语了，是吧？那么既然说到小麦能导致疾病啊，其实还真有几种跟小麦有关系。其中最典型的是麸质过敏症和乳糜泻。吃了含麸质的小麦容易引发胃肠道不适和一些其他症状，这种情况的话就尽量不能吃小麦制品了，需要注意一下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目前只有极少数人会这样，绝大多数人吃小麦不会有任何问题。你像我们这天天吃面食，肯定最有发言权，是吧？要是70%-80%的疾病都跟小麦有关系，那这儿的医院早就不够住了。所以说其实小麦阴谋论这事儿吧，我感觉就是戴维斯口才太好了，太会讲故事，而且利用了一些焦虑情绪，说的跟真的一样，好多人也就信了。至于真相到底是什么，还是得加入一些自己的思考啊，千万不能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。